大家好，我是吴用山人。最近全球最大的新闻事件，莫过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的消息。许多人震惊不解，为何这件事会在枪支管制严格、治安相对良好的日本发生？但是熟悉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自杀会发生在日本并不意外。安倍晋三不是第一个被刺杀的政治人物。以前任首相的身份来说，安倍晋三也不是第一个遇刺的前首相。日本现任首相遭到刺杀的更不用说。在历史上就有6个现任首相遇刺。其实，日本一直以来都有刺杀政治人物的传统，历史上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刺杀事件，每一次的刺杀往往都伴随着政治目的，结果也影响了历史走向。而说到影响最深远的，就不能不提到发生在江户时代末期的樱田门外事件。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天皇是虚位的皇帝，政治权力主要是在将军把持的幕府之下，幕府之下又有大大小小的藩国。藩国的领主称为藩主，接受幕府将军的领导。在德川幕府，也就是江户时代的末期，就像当时中国的清朝一样，西方列强势力来到了日本，强迫日本开关通商。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如何应对这个危机？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分成了2派，一派以水户藩主德川启昭为主，主张尊皇攘夷，尊崇天皇权力，驱逐外夷；一派以彦根藩主锦衣直弼为主，主张开国走牧，与国外通商。2派争执不下，明争暗斗。西元1857年，这时幕府将军第13代将军重病，所以继任人选成了问题。2派各自拥护将军的继任人选，尊皇攘夷派支持德川庆喜，走牧派支持德川庆福。为此发生政权争夺，最后结果由锦衣直弼的走牧派胜出。于是走牧派开始掌握幕府大权，锦衣直弼担任幕府大老。所谓大老是幕府等级最高的一个官职，主要是帮将军处理政务。锦衣直弼主张对内加强幕府的专制权力，对外妥协。在上任后，幕府大老锦衣直弼先后与美、和、俄、英、法等国缔结了不平等条约。由于这些条约未经天皇批准，这让原本就与锦衣直弼不和的水户藩和其他尊皇攘夷派人士相当不满，认为此举不但权力凌驾天皇之上，更是出卖国家的行为。更激化产生了推翻幕府的想法。为了打击反对势力，锦衣直弼大肆逮捕镇压水户藩和其他尊皇攘夷思想人士，连一些幕府中的改革派官员也被株连，许多人轻则免职、幽禁，重则下狱或赐死。因为当时天皇的年号为安政，这场风波被称作安政大狱。对于锦衣直弼这种镇压反对力量的做法，更激起了许多攘夷派，尤其是水户藩士的怒火。不过锦衣直弼手握幕府重权，要如何对抗呢？于是水户藩的激进派武士便决议要暗杀锦衣直弼。参与暗杀的武士共有18人，水户浪士17人，萨摩浪士1人，后世合称樱田18士。这些人被称为浪士，也就是浪人武士。因为他们怕自己的藩国受到牵连，所以先行脱离原本的藩国，所以都是以浪人的身份参与暗杀。1860年3月24日，安政7年3月3日，这天是上巳节。这是流传自中国的一个节日。这一天照惯例驻居在江户的各藩藩主要进城谒拜。锦衣直弼除了担任幕府大老外，他也是自己所属的彦根藩的第15代藩主。于是暗杀计划决定在这一天，趁着锦衣直弼进城的机会进行。时间选定了，那么地点呢？锦衣直弼的官邸在樱田门附近，这里是锦衣直弼进城必经之路，是下手的好地方。这一天早晨，江户的天空下着春天少有的大雪。锦衣直弼从官邸出发，大约50-60名随从列队护卫。来到樱田门外时，暗杀团之一的森武六郎手持诉状，向锦衣直弼的队伍走近，声称自己要拦轿喊冤。这当然是假装的，目的是要让锦衣直弼的队伍停下。等到锦衣直弼的护卫上前查看时，突然发难，拔刀砍杀护卫。一阵阵狂风暴雪刮来，鹅毛大雪在空中漫天纷飞。因为下雪的关系，能见度极低，视线模糊。虽然前方队伍乱作一团，但后方队伍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暗杀团之一的黑泽中三郎趁乱用手枪向锦衣直弼的轿子开了一枪。锦衣直弼的腰部与大腿中弹，因为受伤的关系，身体无法动弹逃跑。以此枪响为暗号，四面埋伏的暗杀团武士纷纷突袭锦衣的队伍，轿夫受惊下一哄而散。因为下雪的缘故，护卫们都穿上了厚重的蓑衣，这使得拔刀相当不便。我们都知道雪融化会变成水，护卫怕刀会生锈，所以刀鞘都套上了刀鞘带，所以刀鞘带不解开，刀便无法出鞘。许多护卫同样因为来不及解开刀鞘带，只能用刀鞘抵抗。
护卫们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猝不及防，呆若木鸡，个个像木偶一般被砍翻倒地。只有10余名武士来得及拔刀的与之对抗，但是不是被击毙，便是昏倒在地。座轿旁一名护卫是锦衣加2刀流高手川西中左卫门，只见他快速摘下刀鞘带，用双刀刺死暗杀团数名高手。虽然是这样，最后仍然不敌对方围攻，身中数刀而死。萨摩藩浪士有村刺左卫门一把将负伤的锦衣直臂拖出轿外斩首，刺杀计划成功。参与刺杀的18人中，稻田重藏当场战死。有村刺左卫门、广冈小之次郎、山口陈之介、李渊耀人身负重伤自首之后切腹谢罪。斋藤兼务佐野竹之助黑泽中三郎递交除奸状后自首后伤重而亡。连田是五郎森五六郎大官和七郎森山繁之介山山明一郎自首后被处死。冈部30郎关铁之助逃亡后被捕处死。广木松之介逃亡后自杀。只有曾子金八与海后撮基之介两人逃走后存活下来。著名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所写的幕末12则暗杀风云录，收录了幕末时期12个暗杀故事，其中第一篇就是描写这场发生在樱田门外的暗杀事件。对于这起暗杀事件，司马辽太郎是这么认为的：暗杀这种政治行径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产生过积极的效果，但这次事变则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正是这次暗杀事件导致幕府的垮台，让历史发生飞跃式的推进，从事推翻幕府运动的人带来了鼓舞和勇气。正是这种力量促进了维新的到来。后来的明治维新就是自樱田门外的刺杀开始的。在锦衣直弼被杀之后，幕府没有像锦衣直弼如此强势的领导者，这使得幕府的威严一落千丈，增加了讨幕人士的气势。渐渐的，幕府开始崩落。受到此次事件暗杀成功的影响，尊皇攘夷的倒幕派在整个江户幕末时代使用刺杀手段屡见不鲜，认为暗杀便可以改变政局的想法就此深植人心，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直至幕府倒台。明治维新政府成立后，乃至2战后的日本社会，暗杀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不得不说，这都和樱田门外这场撼动人心的刺杀事件有关。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对这集影片有什么意见，欢迎留言指教。如果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敬请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并记得开启小铃铛。谢谢，我是无用山人，下次见。